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当病痛出现的时候，大多数人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，我们会想，等身体好一点就没事了，等这段时间过去，一切就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可真正让人承受不住的，往往不是病本身，而是病痛还没走，失去却已经站在门口，甚至无常也在这一刻一起到来。身体开始不听使唤，重要的人开始远离，原本稳定的生活忽然松动。那一刻，你会发现自己连一个完整的痛都来不及消化。痛是叠加的，一层还没缓过来，下一层已经压下来。佛法里有一句话，人生八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会以为这是在讲分类，好像人生的痛可以被分得清清楚楚。但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，这些苦从来不是一件一件来的，他们最残忍的时候永远是一起出现。病的时候你最需要依靠，可偏偏这时依靠正在离开；失去的时候你最需要力量，可偏偏身体已经透支。而无常不会给你时间整理情绪，它只是轻轻地告诉你一句话，这一切本来就不会等你准备好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这么多事要一起发生？佛法并不会用一句因果就把人打发走，真正的佛法从来不急着给答案，它先让你看清一件事，你此刻的崩溃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看见了人生的真实面貌。我们之所以能在平日里活得若无其事，是因为健康在替我们遮挡，关系在替我们承重，习惯在替我们兜底。一旦这些东西同时松开，你才会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无常。杂含经里有一段话，佛陀说，色身如泡，受如水墨，相如野马，形如芭蕉，实如幻。意思不是说人生虚假，而是说我们一直把不稳的东西当成稳的。身体会坏，关系会变，拥有会失去，只是平时我们不想看。病痛和失去替我们把这层布扯下来，所以你会觉得特别痛，不是因为事情发生了，而是因为你第一次无法再逃。有些人会在这个阶段拼命找意义，问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问是不是前世做错了什么。但佛法从来不鼓励人在痛苦里急着下结论，佛陀真正关心的不是为什么发生，而是你现在如何承受。当病痛、失去、无常一起出现时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逼自己想通。你会告诉自己要看开，要放下，要想明白，可你不知道，真正的看开从来不是在风暴中心完成的。这个阶段你最需要做的不是理解无常，而是承认自己正在害怕，承认你很痛，承认你很不安，承认你真的撑不住了。佛法里有一个很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修行基础，叫做如实知。不是美化，不是压抑，不是自我说服，而是如实的知道，此刻的身体在痛，此刻的心在怕，此刻的世界正在崩塌。当你不再急着让自己变好，痛反而开始有了空间。很多人会误会，以为修行就是要马上超越，马上放下，马上无所谓。可佛陀成道之前，也经历过恐惧，也经历过身体的极限，也经历过对死亡的直视。他并不是跳过这些，而是穿过这些。
当病痛和失去一起出现，你会发现以前撑着你的那套人生逻辑开始失效。努力不一定有用，计划不一定有效，善良不一定马上被回应。这不是你的人生出了问题，而是你终于走到了一段不能再用旧地图前进的路。这一段路，佛法称之为苦的现前，不是惩罚，不是考验，而是真相正在出现。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，此刻你所感受到的一切混乱，并不代表你走错了，它只是说明你已经走到了人生最真实的地方。当你开始承认痛苦真实存在的时候，心里往往会冒出另一个声音，那是一种更深的恐惧。如果我不逼自己振作，会不会就这样塌下去？如果我不努力想通，会不会永远走不出来？所以很多人在这一阶段会进入一种假坚强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静，该做的事照做，该说的话照说，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身体是紧绷的，呼吸是浅的，心一刻也没有真正落地。佛法并不把这种状态称为修行，它更接近一种无声的消耗。中阿含经里有一段话，佛陀说，若于苦受，心不系住，不增不减，是名正观。很多人只记得看破，却忽略了中间那一句，心不系着，不是逃开，不是否认，也不是把痛当成敌人，而是不再用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去勒住自己。病痛真正折磨人的地方，不只是疼，而是你每天都在和一个不该如此的自己对抗。你会怀念以前的体力，以前的效率，以前那个什么都能扛的你。于是你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可佛法看得很清楚，痛苦真正加倍的时刻，正是你拒绝当下的那一刻。你不是在和疾病对抗，你是在和现实本身对抗。无常的第一个考验，不是让你接受变化，而是让你停止和变化打架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我什么都不做吗？那我就放任自己沉下去吗？不是，佛法从来不是消极，它只是把用力的方向调正。在身体受苦的时候，你最需要的不是意志力，而是允许力。允许今天就是比较慢，允许今天就是做不到，允许今天情绪反复。当你不再把撑住当成唯一选项，身心反而会出现一丝空隙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很多人以为修行是加法，多一点理解，多一点智慧，多一点正念，但在极苦的时候，修行更像减法，减掉对自己的苛责，减掉对进度的执念，减掉那个一直要求你要表现得像没事的声音。佛陀在谈苦的时候，从来不要求众生马上离苦，他先教的是如实之苦。知苦不是分析苦，也不是解释苦，而是让苦被看见而不被推开。当你真的这样做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变化，痛还在，失去还在，无常的阴影也还在，可你的内在不再像一只被追赶的动物，你开始有一点点空间可以呼吸。这时很多人会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我真正害怕的不是痛，而是失去控制。以前的人生是可以计划的，可以努力的，可以预测结果的，而现在这一切都不再可靠。佛法称这种状态为无我相的逼近，不是哲学，而是体验。你开始发现，原来我掌控人生的感觉本来就是暂时的。当这个幻象被打破，人会非常不安，所以你会想抓住点什么，
抓住信念，抓住意义，抓住一句这一切一定有原因。可佛法在这里反而让你慢下来。他说，你不需要马上理解，你只需要不再逃。当你愿意留在当下，留在身体的感觉里，留在心的起伏里，无常才会慢慢露出另一面。它不只是夺走，它也在松绑，松开你过去以为非如此不可的样子，松开你一直背负的角色，松开你对必须正常的执念。这不是一件舒服的事，但它是一件真实的事。有些人会在这一阶段感到前所未有的脆弱，情绪变得敏感，容易流泪，容易被一句话触动。不要急着压下去，在佛法里，脆弱不是退步，而是防御正在卸下。当你不再把所有力气用来抵抗，你才有可能在疾苦中看见另一条路。这条路不是让你变得更强，而是让你变得更真实。当你在痛苦里停留一段时间后，会发现自己开始审视周围的一切，关系的脆弱，生活的无常，身体的限制，这些都像被放大了的镜子，映出你一直回避的内心。你会想，原来一直以来我都活在某种错觉里，以为事情是可控的，以为自己能掌握未来，以为失去和死亡永远是别人的事。可现在一切都被推到了面前，痛、失去、无常没有一点遮挡。这个时候，有些人会选择彻底闭上心门，远离人群，不再信任任何感情，甚至觉得活着本身都是负担。佛法里称这种状态为闭塞心。闭塞心是人类的自然反应，面对无法承受的痛，想保护自己，不再轻易依赖。但闭塞心本身并不能让你好过，它只是暂时减少了外界的刺激，却让痛苦在心里发酵。所以佛法教我们另外一种方式，叫做与苦共处。不是喜欢苦，不是主动去寻找苦，而是像对待风雨一样，静静地在场，不逃避，不抗拒。当病痛来临时，尝试观察身体的感受，而不是急着改变它。疼痛会教你呼吸，疲惫会教你放下，病痛中的孤独会教你与自己相处。当失去来临时，允许自己去悲伤，不要压抑泪水，不要刻意寻找安慰。哭泣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流动，让悲伤流过，你才能慢慢感到空隙。当无常显现时，学会接受不确定。没有什么会永远固定，也没有什么会完全消失。你可以为未来计划，但不必紧抓计划不放。生命的柔软处正是无常给你的礼物。法句经里有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话不是消极的感叹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任何事物，包括身体、关系、地位、拥有，都本质上是脆弱、短暂的。当你在病痛和失去中体会到这层真相，你会发现心里的恐惧开始慢慢减少，不再是因为事情消失，而是因为你明白，恐惧源自对永恒的执着。有人会问，这是不是意味着要放弃希望？不是，佛法从来不让人放弃生命的可能，而是让你在现实中找到更稳的立足点。希望不再是对未来的苛求，而是此刻的柔软选择。在病痛中喝一口温水也是一种希望，在失去后看一眼落日也是一种希望，在无常中伸出手拥抱自己也是一种希望。这是一种小而坚韧的希望，不依赖大局完美，不指望生活没有伤痛。它扎根在当下，扎根在你还能呼吸，还能感受的这一刻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希望太微小，不足以支撑生命。
可正是在这些微小的希望里，生命的重量被慢慢承载。你会发现，自己可以在黑暗里慢慢站直，可以在混乱中慢慢呼吸，可以在无常里慢慢找到一点平稳。佛陀曾教，苦不是终点，苦可以成为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真实的心。看见后，不急于求解，不急于改变，只是慢慢熟悉自己的节奏。你会开始学会和孤独相处，学会不依赖外界的安全感，学会在风暴中心也能触到一点内在的宁静。这份宁静不是消灭痛苦，也不是否认失去，它是与痛苦共舞，与失去同行，与无常握手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当病痛和失去同时出现时，自己不再完全被吞没，不再像被风暴推着走，而是在风暴里找到了一种奇怪的稳。稳并不意味着强大，稳意味着允许自己软弱，允许自己脆弱。稳意味着你能在无常面前轻轻呼吸。当病痛、失去和无常已经交错在你的生活里，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那些曾经看似不可承受的痛苦，慢慢失去了吞噬一切的力量。不是因为事情变轻了，而是你与自己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。你开始懂得，不必逼自己坚强，不必急着释怀，不必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你开始学会允许自己慢慢走，允许自己哭泣，也允许自己微笑，允许身体有局限，也允许心灵保留柔软。佛法里有一句话，如来不说苦灭，而说苦可知可解。意思是，痛苦本身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通过觉知，通过陪伴，通过理解，你可以学会与苦和平相处。这和平不是妥协，不是放弃，也不是麻木，而是一种深刻的觉醒。当你看见无常，你会开始珍惜每一个当下。当你看见失去，你会学会拥抱现在拥有的一切。当你看见痛苦，你会开始触摸生命的脆弱与真实。你会发现，生命的每一段经历都像是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映出的不只是伤痛，还有勇气、智慧和温柔。它让你明白，人类之所以痛苦，不是因为世界不完美，而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本就脆弱，而脆弱并不等于无能。在病痛中，你开始感受身体的细微变化；在失去中，你学会体会关系的深度与复杂；在无常中，你逐渐理解掌控只是幻想。这时，你会发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悄然出现。自由不是摆脱痛苦，而是与痛苦共处，仍能保持内心宁静。自由不是逃离无常，而是在无常中发现生命的光亮。很多人会在这个阶段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动，可能是一阵风吹过脸颊的凉意，可能是清晨一缕阳光落在窗台的温暖，也可能只是喝水时喉间流动的细微感受。这些微小的瞬间，就是你与世界重新建立的连接。你不再执着于结果，不再害怕失去，你只是在每一个瞬间活着，感受着，存在着。佛陀说，人生如行船，水面风浪起伏不定。真正的安稳，不在于外界的平静，而在于船在风浪中仍能保持航向。当病痛、失去、无常一起出现时，你已经学会成为自己内心的船长。你不能阻止风浪，但可以稳住方向；你不能控制生活，但可以控制对生活的回应；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，但可以决定每一刻的深度。最终，你会发现，痛苦教会你的不只是忍受，失去教会你的不只是悲伤，无常教会你的不只是恐惧。他们教会你如何真实地活着，如何面对人生，不退缩，不逃避，
不伪装。如何在风暴中依然能呼吸，能触摸，能爱？当你能做到这一点，病痛、失去、无常不再是敌人，他们只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你在这一部分里已经开始完整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修行的路上没有捷径，照见自己，承认自己，允许自己慢慢走，这才是通往智慧的唯一道路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